巧克力制造的牢房究竟能有多结实？率先从里面逃出来的就能重获自由，否则将会和小丑相伴终生。白毛的牢房是巧克力制成的，表面是巧克力板，阿伟则被关在满是黑板的牢房里。上过学的朋友们一定知道这玩意的坚硬程度，铁铸的牢房是上千根绳子编织而成的，相互捆绑在一起，结实程度可想而知。四眼这边则被关在钢化玻璃制成的牢房里，要想逃出去简直比登天还难。几人必须在牢房里乖乖听话，就能获得逃生工具。四个人一筹莫展的在牢房里一言不发，小丑却异常兴奋，眼见阿伟表现不错，为他拿了一个三角板过来。阿伟利用肩部不停地砸向黑板，可也只是留下了几个小洞。不甘心的他加快了手中的速度，像啄木鸟一样拼命戳。随后铁柱得到一把小刀，他赶忙在绳子上划了几下，竟然出奇的好用，可也只能切开小绳子。然而总比没有工具强，他快速将所有小绳子全部切开。接着小丑又给白毛拿来一套工具，打开后竟是一把巧克力锤子，可还没砸几下，锤子就断裂了。他也很无奈，只好吃口巧克力缓解一下心情。随后小丑来到四眼这里，拿给他一把逃生锤，赶忙在玻璃上尝试一下。令人意外的只是留下一点痕迹，难道汽车上的逃生锤都是骗人的吗？第二轮阿伟得到一把电钻，没想到这玩意竟出奇的好使，很快就将黑板打穿，可要想逃出去似乎也并不容易。这时铁柱得到了一个爆丝器，利用它在绳子上来回摩擦，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，他也只好等待下一件工具。随后白毛得到了一把勺子，他在巧克力墙壁上不停地刮，竟真的掉下来很多碎渣。白毛相信只要功夫深一定能成功。另一边四眼仍旧不停地用逃生锤划玻璃，随后小丑给他拿来一把手动螺丝刀，将它固定在玻璃上，右手不停地摇动齿轮，果然钻出了一个小洞。他想要围着玻璃钻一圈，再利用反面砸向玻璃，这样一定就能逃出去了。接着又给阿伟拿来一把锯弓，他赶紧切割着黑板，然后再利用电钻打几个眼，两种工具交替使用。阿伟相信很快自己就能逃出去。此时铁柱这边已经利用小刀切断了几个粗绳子，很快就出现了一个洞口，他尝试性的将头伸了出去，竟真的从里面逃出来了。没想到这时小丑竟站在他的身后，吓得铁柱心都快跳出来了。然而小丑却告诉他，你已经可以回家了。意外的是铁柱竟怀疑起了自己的耳朵，经过再次的确认后，他才将信将疑的离开这里。此时牢房里还有3人没有逃出来，他们将继续完成后面的比赛。小丑给白毛拿来一把热风枪，吹在巧克力墙壁上立刻开始融化，液体更是流个不停。两个工具混搭着使用，速度明显变快了很多。随后四眼得到一把铁锤，他赶忙挥动着锤子砸向玻璃，然而砸了好几下后都没有任何效果。果然中国制造的钢化玻璃就是结实。这时小丑拿给阿伟一把斧子，他用力地砍向黑板，很快就将最内层的黑板砍了下来，又拿出三角钢板切割一下，最后再来个无影脚，真的被他成功打开个洞。他尝试性的从里面钻出来，没想到真的成功了。阿伟虽然逃了出来，然而小丑却并不打算放走他，竟再次将他绑了起来。再看白毛这边，他成功融化开个小洞，意外的是小丑竟再次给他助力一波。白毛得到一个灭火器，连忙砸向洞口，巧克力墙壁也是越扩越大，他也成功从里面逃了出来。意外的是根本没有出现意外，小丑再次将他绑了起来。此时四眼依然不停地努力着，随后小丑给他拿来一把切割机，他佩戴好护目镜后就开始切割玻璃，果然效果非常显著。再用锤子砸几下，四眼也成功从里面逃出来了。可还没高兴太久，便被小丑再次捆绑起来，并且还将3人捆绑在一起。他出尔反尔的态度也令人非常气愤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屏幕前的朋友们会去救出白毛吗？